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地铁里司空见惯的争执，直到看见那个男人的牙齿深深陷入女孩的脖颈。操，这家伙80%是喝高了。旁边有个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举起手机，镜头对准了事发现场。赶紧录，赶紧录，这下肯定能上热搜。他女朋友踮着脚，拼命往人群里张望。被咬的女孩发出一声惨叫，却在嘈杂的车厢里瞬间被吞没。大多数乘客仍在专注地刷着手机，只有靠近中心的那几个人开始躁动起来。简直有病啊！一个大妈抄起手里的包，砸向那个咬人的男人。我隔着人缝看过去，那男的依然死死咬着不放。他身上穿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可那双眼睛却空洞的吓人，瞳孔散开，眼白布满血丝，活像死鱼的眼睛。总算有个壮汉冲上去，想把他拽开。就在他手掌触碰到白衬衫肩膀的那一瞬间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被咬的女孩骤然停止挣扎，浑身开始猛烈抽搐，四肢以为被常理的角度扭曲，骨头错位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还在拍视频的小伙子声音开始发颤，女孩突然停止抽搐，缓缓抬起头，露出的竟和那个男人一模一样死鱼般的眼睛。下一秒，她猛地扑向离自己最近的大妈。车厢像是被点燃，快逃！开门啊！快开门，放我出去！人群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朝两端疯狂涌去，我被挤得紧贴在车门上，肋骨都要断了。刚才那对小情侣早被人流冲散，女孩的尖叫声从某个方向传来，却突然没了声息。玻璃门上布满掌印和雾气，有人拼命砸着急救开关。地铁就在这时候戛然停住，车门死活打不开。我拼命扭头想看清车厢里的状况，简直惨不忍睹。那两个感染者，姑且这么叫吧，正在疯狂撕咬着倒地的人，鲜血飞溅在白色的车厢壁上，看起来像某种诡异的前卫艺术。更恐怖的是，只要被咬的人很快就会变成新的感染者。往后面车厢跑！不知谁喊了一声，这句话仿佛成了信号，所有人开始疯狂朝车厢连接处挤去，推搡践踏，尖叫交织在一起。有个老人被推倒在地，转眼间就被无数双脚踩过，他的老花镜碎成渣，脸上全是血，却再也没能爬起来。我也被人流裹挟着挤过第一道连接门，脚下突然踩到什么软绵绵的东西，低头一看是个粉色的毛绒玩具，旁边还躺着一个加菲猫的小书包。我不敢去想它的主人现在怎样。第二节车厢稍微好些，但恐慌已经像瘟疫般蔓延开来。有人哭泣，有人打电话，有人疯了似的砸车窗。我正在地铁上出事了，有人疯了咬人，好多人，快打110！我要报警！地铁5号线往西方向，有人袭击乘客。什么？你说清楚点！我他妈快死了！你让我慢点说！我掏出手机，电量只剩12%，信号断断续续，发出去的消息一直显示在转圈。身后突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感染者追上来了，继续向后逃，一节接一节，从第2节逃到第3节，又从第3节逃到第4节。每穿过一道门，都有人被新的尖叫淹没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由于突发状况，列车将在前方车站临时停车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保持冷静。这种时候还说什么冷静？终于，我们逃到了最后一节车厢，再也无处可退。堵住门，快堵住！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抢过别人的行李箱，横在通道上，可玻璃门外还有7、8个人在疯狂地拍打着。开门，求你们了！我孩子还在里面。车厢里陷入可怕的死寂。让他们进来！一个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站出来，她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却格外坚定。他们都是活人，不是那些怪物。放屁！谁知道他们被咬没咬到？放一个感染的进来，我们全都得死。那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圣母狗，你想救你自己出去救。争吵越来越激烈，门外的拍打也越来越急促。我看见门外有个女人抱着孩子，孩子已经昏迷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女人眼中满是绝望，该死！我又想起刚才踩到的加菲猫书包。我们至少应该……我刚开口就被眼镜男狠狠瞪了一眼。闭嘴！想当英雄是吧？看清楚，那边已经有感染者了。确实，通道尽头出现了几个身影，动作僵硬，浑身是血。门外的人更疯狂了，有人开始用头撞玻璃。救救我！现在知道求了，刚才跑的时候怎么不等别人？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女人突然僵住了，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，袖子被撕破了，露出一排清晰的牙印。不会的。她的声音颤抖起来，其他人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我被咬了。车厢里有人倒吸一口冷气。看到了吧，我就说不能开门。女人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她把孩子举起来，贴在玻璃门上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孩子被惊醒，放声大哭。马尾辫女孩冲向车门。你疯了！眼镜男一把拽住她，两人扭打起来。趁乱，一个年轻小伙子拉开了点门缝，就是这道缝隙改变了一切。门外的人像疯了一样往里挤，女人拼命想把孩子塞进来，其他人则拼了命地想挤进去保命。关门，快关门！场面完全失控，有人挤进来了，有人被夹在门缝里，
那个抱孩子的女人被撞倒，孩子从她手中飞出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孩子的抽泣声骤然消失，感染者已经逼近。门外传来撕心裂肺的哀嚎，鲜血喷溅在玻璃门上，顺着缝隙缓缓淌入车厢。我们死命抵着门，双手沾满黏腻的液体，早已分不清是谁的血。终于，门被重新锁死，门外只剩下那些游荡的感染者，偶尔扑向玻璃，留下血红的掌印。车厢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刚才还在激烈争执的人们，此刻全都瘫软在地。马尾辫女孩蜷缩着身体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眼镜男靠在角落，不停地搓着沾血的双手，像是想把什么洗掉。都怪你们，那个门……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没人回应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既是帮凶，也是受害者。列车仍在向前行驶，不知驶向何方。车厢里的应急灯忽明忽暗，像是在倒数着什么。我掏出手机，电量也只有7%，点开微信，给母亲发了条信息：妈，我可能回不来了。消息显示发送成功，却迟迟没有回复。身边传来低气声、祈祷声，还有拼命拨打电话的声音。喂，老婆，能听到吗？听着，我爱你和孩子们。喂。通话中断，他盯着黑掉的屏幕，肩膀剧烈起伏。我打开微博，想了解外面的情况。热搜榜首：碧市地铁发生咬人事件。点进去，全是现场视频，正是我们所在的这趟列车。似乎整个地铁网络都瘫痪了，评论区已经炸锅。这不就是丧尸吗？别扯了，现实世界哪来的丧尸？我朋友在10号线已经联系不上了。所有人赶紧回家，外面全是疯子。手机屏幕一黑，电量彻底耗尽，列车开始减速。前方到站，陆家庄。我操，到站了！熟悉的报站音响起，此刻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车门缓缓打开，站台上乱作一团。别下去！但为时已晚，车门刚开，人群就如溃堤的洪水般涌出。我被裹挟着，踉踉跄跄地下了车。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愣住，这还是我每天通勤的陆家庄吗？地上散落着各种物品，背包、咖啡、手机，自动售货机倾倒在地，饮料流得到处都是，墙面和地面布满血迹。更骇人的是，站台上到处游荡着感染者，他们动作扭曲，像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，漫无目的的徘徊。一见到车厢里涌出的人，立刻像嗅到血腥的野兽般扑来。人群再次陷入混乱，我拼命朝安检口冲刺，脚下突然一滑，踩到什么黏糊糊的东西，险些摔倒。低头一看，是一滩已经凝固的暗红色液体。不能想，不能看。楼梯上挤满了人，有人倒下，后面的人就直接踩过去；有人伸手想拉摔倒的，结果自己也被拽倒。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我看见那个马尾辫女孩被人群挤来挤去，脸色惨白，眼神空洞。旁边有人推了她一下，她踉跄几步，眼看就要跌倒。鬼使神差的，我伸出手一把抓住她。谢谢。别说话，跟着我跑。我拽着她，沿着楼梯边缘拼命向上爬，手心全是汗，几乎抓不住对方。身后不断传来惨叫，感染者已经追上来，快，再快点！终于冲出地面。往常这个时间，这里应该灯火辉煌，可今晚完全不同。几辆车撞在一起，其中一辆正在燃烧，路灯忽明忽暗，随时可能熄灭。远处传来警笛声、尖叫声，还有爆炸的巨响，整座城市都已疯狂。往哪儿跑？马尾辫女孩气喘吁吁地问我。我四下张望，马路上横七竖八停着车，有些车门敞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人行道上有人在逃命，有人在追捕，已经分不清谁是人，谁是鬼。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们沿着建国门外大街向东狂奔，路过一家便利店，玻璃门被砸得粉碎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几个人正在抢夺货架上仅存的物资。水给我！滚！这是我先拿的。两个男人为了一箱矿泉水扭打起来，其中一个抓起货架上的酒瓶，狠狠砸向另一个人的脑袋，鲜血飞溅。倒地的人抽搐几下，再也没动。行凶的男人愣了几秒，随即抱起那箱水逃之夭夭。文明的伪装就这么轻易被撕得粉碎。别看了，快走！我拉着女孩继续跑，大约跑了10分钟，我的肺像要炸开。马尾辫女孩更糟，她扶着路边栏杆，剧烈的干咳。不行了，我真的跑不动了。我也快到极限了，必须找个地方歇脚。前面有个居民小区，大门紧闭，保安亭漆黑一片，不知是否有人。去那边试试。我们冲到小区门口，铁门上着锁，
旁边的侧门也紧闭着。有人吗？放我们进来！无人回应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几个感染者正摇摇晃晃地逼近。快想办法！马尾辫女孩的声音已带上哭腔。我看了看大门，又看了看旁边的围墙，大约2米多高，顶端还有铁栅栏。翻墙！我恐高，恐高也得翻。我先攀上去，骑在墙头，然后伸手拉他。他的手抖得厉害，好几次都没抓稳。感染者越来越近，赶紧的！他紧闭双眼，手脚并用地往上爬。我拼命往上拽，手臂肌肉烧灼般疼痛，终于把他拉了上来。啊！我先跳下去，没站稳，摔在地上，右脚传来钻心的疼。该死！马尾辫女孩还骑在墙上，不敢动弹。快跳！他们要到了！她咬紧牙关，闭着眼跳了下来。我强撑着去接她，结果2人一起摔倒在地。墙外传来感染者的嘶吼，还有指甲抓挠铁门的声音。你的脚怎么了？别管我。小区里死一般寂静，路灯还亮着，却不见半个人影。我们找到一栋楼，大门虚掩，推门进去，楼道里漆黑一片。有人吗？我压低声音喊，只有回音在楼道里回荡。手机早就没电了，只能摸黑往上爬。楼梯上有些黏滑的东西，我不敢去想是什么。爬到3楼，看到一扇门开着，是样板间。确实，门上还贴着样板房参观的标签。我们闪身进去，反手锁上门。室内的陈设极其简单，显然纯粹为了展示。沙发上落满灰尘，像是许久无人踏足。我拖着伤腿挪到窗前，小心翼翼掀开一角窗帘向外张望。楼下的小区道路上，几道黑影正来回游荡，距离太远，分辨不出是活人还是感染者。城市远处的天际线，好几处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马尾辫女孩蜷在沙发上，双臂环抱着膝盖。我也不清楚。手机彻底没电，与外界失去所有联系。外面的世界早已陷入疯狂，我们就像2只被困在笼中的白鼠，完全不知道笼外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。先检查一下这里有什么能用的。我们开始在房间里翻找，厨房里摆着一台样板冰箱，拉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有3瓶矿泉水和2个苹果。可能是之前看房的人落下的。女孩猜测道：3瓶水，2个苹果，这就是我们仅有的全部家当。客厅的窗帘很厚实，我们把它扯下来当做被子，没有枕头，就把沙发靠垫堆在一起凑合。我叫苏荷。女孩忽然开口。我叫陆明。简短的互相认识之后，2人又陷入沉默。外面的喧嚣从未停歇，尖叫、爆炸，还有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，每一种声音都在提醒我们，外面的世界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。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荷压低声音问。说不好，病毒还是生化泄漏，或者丧尸。就是丧尸对吧？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。我没有反驳，因为除了丧尸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解释眼前这一切。我们会死吗？他的声音微微发颤。我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看向他，能清楚捕捉到他眼底的恐惧。不会的，军队会来的，政府肯定会控制住局面。尽管连自己都不太相信这话，他点点头，似乎想从我编织的谎言里汲取一点勇气。夜深了，我们约定轮流守夜，一个人睡，一个人盯着门口，但实际上谁都睡不着。任何细微的响动都让我们神经紧绷。楼道里的脚步声，风吹窗户的震颤，远处传来的爆炸声。这个夜晚漫长的可怕。凌晨时分，苏荷突然捂着肚子。我想上厕所。样板间的卫生间没有通水，马桶只是个摆设。用那个桶吧。我指了指角落里一个装修剩下的油漆桶，他脸疼得红了。你能不能？我转过身，走到阳台上去。外面的火光比刚才更多了，整座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炬，在黑夜中熊熊燃烧。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样子吗？天快亮时，我们终于撑不住，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然后被一阵剧烈的砸门声惊醒。砰砰砰！我俩同时对视一眼，眼中全是惊恐。敲门声停了，紧接着是门把手转动的声音。门锁着，但这是样板房的门锁，质量本来就不怎么样。嘎吱，门把手还在不停扭动。我冲苏荷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让他别出声，自己悄悄挪到门边，凑近猫眼往外看。外面站着一个人，不，那不是人，他身上穿着保安制服，但半张脸已经烂掉，露出森森白骨。他机械地转动着门把手，像个坏掉的机器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浑身僵硬，一动不敢动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也可能有5小时那么长。时间在这里已经失去意义。他终于放弃了，拖着脚步慢慢走远。我们这才敢大口喘气。他知道我们在这儿吗？苏荷声音发抖。不知道，可能是碰巧。但我们心里都清楚，
下一次可能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必须离开这里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却没有带来任何希望。透过窗帘缝隙往下看，楼下的感染者更多了。他们漫无目的的游荡，偶尔被某个声音吸引，聚集到一起，过会儿又四散开去。水快喝完了，食物也是。2个苹果我们一人1个，现在胃里空落落的，饿得难受。苏荷盯着最后那瓶矿泉水，必须出去找物资。出去？你疯了？外面那么多那东西，留在这儿也是等死。他沉默了。我们都清楚我说的是事实，没有食物和水，我们撑不了几天。手机有信号吗？他问我，我找到个插座，意外发现居然还有电，赶紧给手机充上。开机后，信号断断续续，微信里蹦出几十条未读消息，全是昨晚发的。儿子，你在哪儿？赶紧回家。儿子，看到消息回妈妈一句。儿子，你一定要平安。儿子，妈妈和爸爸被困在家里了，外面乱得很，你千万别出来。要是看到这条消息，记住，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妈妈爱你。眼眶突然湿了，苏荷也在盯着手机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我男朋友，他昨晚加班，现在电话打不通。我们试着拨电话，不是占线就是无法接通，网络勉强能连上。点开新闻 App 头条，赫然写着紧急通知，全市进入1级戒备状态，请市民不要外出，原地等待救援。往下翻的新闻更让人绝望，多地爆发不明原因袭击事件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医疗系统濒临崩溃，部队已进城，正在建立安全区。最后一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安全区在哪？我继续往下滑，终于找到了。临时安全区设立在鸟巢，市民可自行前往，途中请注意安全。鸟巢离这儿至少20公里，放在平时这点距离不算什么，可现在得想办法弄辆车。怎么弄？地下车库里。苏荷的脸色刷得白了。地下车库会不会？不去试试怎么知道？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但总比靠2条腿强。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我找了根拖把杆当武器，苏荷拿了把菜刀，看着挺可笑，但聊胜于无。记住，碰到那些东西别犹豫，直接跑，别想着打，我们打不过。他用力点头，轻轻拉开门。楼道里静得可怕，我们蹑手蹑脚往下走。经过2楼时，听见某个房间里传出电视的声音，还有人活着，但我们没敢停留。1楼大厅的地上有一滩早已干涸的暗红色血迹，通往地下车库的入口紧挨着大厅，那扇铁门半敞着，里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要不还是别去了。苏荷拽了拽我的衣角，我咽了咽口水。都走到这儿了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腐烂的臭味直冲鼻腔，差点让我当场吐出来。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借着那点微弱的光，我们沿着斜坡慢慢往下挪，每一步都轻得不能再轻，生怕惊动什么不该惊动的东西。地下车库空旷得很，停着不少车，可大多数都紧锁着车门。那边一辆白色奥迪，驾驶座的门开着，我们赶紧凑过去，钥匙还插在车上。运气不错。可当我拉开车门的刹那，一具尸体直接滚了出来，是个中年男人，脖子上那排牙印清晰的刺眼。苏荷没忍住叫出了声，又赶紧用手死死捂住嘴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车库深处传来回应般的嘶吼：“快上车！”我把尸体拖到一边，跳上驾驶座。苏荷连滚带爬地钻进副驾驶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手忙脚乱地打火，引擎响了2下，又憋了。快点啊！苏荷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，几道黑影从暗处冲出来。第2次点火，这回成功了，挂档，踩油门，车子猛地往前窜。一个感染者直接扑到引擎盖上，死死盯着我们。他的脸紧贴着挡风玻璃，口水和血混在一起，糊了一大片。啊！苏荷尖叫起来，我猛打方向盘，同时一脚急刹，那个东西被甩了下去。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继续往前冲。沿着车库通道疯狂加速，后视镜里越来越多的感染者追了过来。终于看见出口的光亮了，冲出地库的瞬间，阳光刺得眼睛生疼。街上的景象比昨晚还要触目惊心，到处是撞烂的车，横七竖八的尸体，还有四处游荡的感染者。几栋楼还在冒烟，空气里全是焦糊味。往哪儿开？先上3环，再往北。说起来轻巧，做起来难。路上全是障碍物，报废的车把路堵得死死的，有些地方根本过不去，只能绕来绕去，在窄巷子里钻。小心！一个感染者突然从路边冲出来，我猛打方向，车子擦着墙蹭过去，右边的后视镜直接飞了。对不起，我应该看着点的。不怪你，你帮我看着导航，我来开车。手机导航还能用，可大片路段都标成了红色。我们一点点往前蹭，开了大概20分钟，油表灯亮了，
得找加油站，最近的还有2公里。等我们开到那儿，发现早就被洗劫一空了，便利店的玻璃碎了一地，货架东倒西歪，好几具尸体就那么横在地上。油枪还能用吗？我下车看了看，油枪没问题，但得有人在便利店里操作。你会开车吗？会一点儿，但不熟。听我说，我进去开油泵，万一有情况，你就自己开车走，别管我。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听话，活下去才最重要，记住了吗？他咬着嘴唇接过钥匙，我攥紧拖把杆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便利店，里面乱得不成样子。收银台后面找到了油泵控制面板，还好还有电。研究了一会儿，按下启动键，可以了。苏荷开始加油，我趁这功夫在店里搜刮，翻到几瓶水、一些饼干，还有2个充电宝，正准备出去，突然听见苏荷的尖叫，冲出去一看，几个感染者正从马路对面过来。苏荷手忙脚乱地拔油枪，快！我把东西扔进车里，推他上车。你来开。引擎发动，感染者已经近在咫尺，我们几乎是擦着他们冲出去的。后面的路稍微顺畅了点，可能因为离市中心越来越远，车少了，人少了。可新问题也来了，前面的高速入口被军用卡车堵死了，几个持枪士兵站在路障后面。停车，所有人下车接受检查。我和苏荷对视一眼，同时松了口气，总算遇见军队了。慢慢把车开过去，停在指定位置。下车，背对我，举手。我们照做。另一个士兵拿着什么仪器，从头到脚扫了一遍。体温正常，有没有被咬伤或者抓伤？没有。袖子挽起来，我要看看。虽然有点别扭，还是照办了。确认没伤口后，士兵的态度软了下来。你们要去哪儿？鸟巢的安全区。那边早满了，有新的安全区。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大概20公里。满了。昨天夜里涌进来的人太多，已经超负荷了。放心，那边物资充足，很安全。我们没得选，只能信他。谢谢。路上小心，那些感染者晚上会被光吸引，尽量别开车灯。感染者就是那些被咬后变异的人，记住，他们已经不是人了，遇到了别犹豫。我们点点头，重新上车，开出检查站。苏荷问：“你说，真的有安全的地方吗？”我握紧方向盘：“肯定有的。”可心里我也没底，这世界变得太快了。昨天这时候我还在发愁项目的截止日期，现在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目标。车子继续往前开，收音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：“请市民保持冷静，军队正在，幸存者请前往。”信号太差，根本听不清。路越来越难走，不是因为堵，而是因为尸体横七竖八躺在路上，有些还在动。我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，尽量不去想轮胎底下传来的声音。苏荷脸色惨白，死死抓着扶手。要不要停下来歇会儿？他摇头：“继续开吧，我没事。”可我看得出来，他快撑不住了。其实我也是，肾上腺素早就耗光了，现在支撑我们的只剩下求生的本能。去服务区休息一下吧，就10分钟。行。车开进去一看，这服务区跟鬼屋似的，停车场上随便停了几辆车，上面全是灰，跟停了800年一样，一个人影都瞅不见。拿着武器，小心点。俩人拿着顺来的家伙绳下了车，服务区的大门敞开着，里头黑咕隆咚的，啥也看不清，就跟一张大嘴似的，等着人进去。要进去吗？陆明摇摇头：“算了，就在车里眯一会儿吧。”俩人又退回到车上，把车门锁得死死的。苏荷撕开一包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饼干，掰了一半，递给陆明：“谢谢你。”“谢啥？”“谢谢你在地铁上拉了我一把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……”“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个，咱俩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这就够了。”苏荷听了勉强挤出个笑容，比哭还难看。他低着头，声音跟蚊子似的：“你说我男朋友他还活着吗？”陆明心里咯噔一下，这问题咋回答？说可能活着，那不现实；说可能死了，那也太残忍了。一定还活着，肯定的。他也知道这是自己骗自己，但这时候除了给个善意的谎言，还能咋办？苏荷点点头，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，硬是没让它掉下来。俩人就这么干坐着，嚼着没味的饼干，喝着温了吧唧的水。窗外头，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掉，把整个废弃的服务区都染成了红色，跟泼了层血似的，看着就瘆人。歇了大概半小时，天快黑了，想起那当兵的话，天黑之前得找个安全地方猫着。刚发动车子准备走，苏荷突然指着前面喊：“快看，那儿有个人！”陆明顺着看过去，好家伙，服务区出口那儿还真有个黑影在晃悠。他放慢车速，慢慢靠近，是个活的，一个穿着脏兮兮冲锋衣的胖子，正推着一辆塞得满满当当的超市购物车，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。一看见有车过来，那胖子先是一愣，然后就跟看见亲爹似的，拼命挥手：“救命！大哥大姐，救救我！”
陆明犹豫了，别停，万一是陷阱呢？现在这世道，人心隔肚皮。可话音还没落呢，那胖子身后的服务区大楼里就跟炸了窝似的，冲出来好几个感染者，张牙舞爪的就朝他扑过去了。胖子一看，购物车也不要了，撒丫子就往这边跑，那速度比兔子还快。求你们了，开开门啊！陆明一咬牙，救他！你疯了！你看他推着那么一车物资都没舍得扔，这人坏不到哪儿去，至少不害人。说完，他一脚刹车停住，摇下车窗，快上车！那胖子简直是连滚带爬的扑过来，嗖一下就钻进了后座。车门刚关上，陆明一脚油门就跺到底了，车子嗡的一声就冲了出去。后视镜里，那几个感染者还在追，跑了2步就被甩没影了。胖子在后座喘得跟风箱似的。谢谢啊！我的妈呀，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哥们儿，怎么称呼？我叫王李长乐，送外卖的。你们真是好人呐！现在这年头还愿意伸手拉一把的，太少见了。就你一个人？本来是2人，还有个伴儿。1个小时前，我们在那服务区里头找吃的，他被咬了，我亲眼看着。哎，车里一下子就安静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李长乐才问：“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”那里有个安全区。哎呦我去，我也是去那儿。我就是听广播说的，才往那边跑。本来骑了辆电动车，跑半道没电了。你是干啥的来着？哦，对，送外卖的。对，送外卖的。大哥，你可别看不起送外卖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可是这片区的单王，一天跑70、80单不带歇的。苏荷听了，扑哧一下没绷住，乐了。没人看不起你。气氛总算是缓和了点。李长乐这人实在，从兜里掏出几块巧克力递过来。来，吃巧克力。刚才在服务区顺的可贵了，平时都舍不得买。天彻底黑透了。陆明听了那当兵的话，把车灯关了，就靠着点月光慢慢往前蹭。虽然慢，但安全第一。正开着呢，苏荷突然指着前头：“你们看，前边是不是有火光？”还真是，前边的夜空都给映红了，红彤彤一片。越往前开，火光越大。等拐过一个弯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家伙，一个村子整个都在烧。大火里头隐隐绰绰的全是感染者在晃悠，有些身上都带着火苗子，跟火把似的，但他们就跟没事人一样，还在那儿瞎溜达。这咋整？绕路吧，哥！陆明赶紧打方向盘，准备从小路绕过去，可这小路又窄，两边全是庄稼地，开了没多远，完蛋！前头一辆大卡车翻在地上，把路堵得死死的。快倒车！陆明挂了倒档，一回头，心都凉了。后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冒出来一堆感染者，晃晃悠悠的就围上来了。下车，快跑，别管车了！4个人跳下车，撒腿就跑。月光底下，那些感染者就跟潮水似的，从4面8方涌过来。这边有条舔狗！4个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往田里跑。那地刚浇过水，泥巴又软又粘，跑一步陷半步。苏荷脚下一滑，啪叽就摔了个大马趴。陆明和李长乐一人一边架着他就跑，可那些感染者越来越近，近到都能闻到那股子腐臭味了。就在陆明觉着这回怕是要交代在这儿的时候，前边突然响起了枪声，哒哒哒哒。跑在最前头的几个感染者应声倒地，一束手电光照过来，一个声音喊：“是活人吗？说话！”“是，我们是活人。”“快，跟我来。”月光底下，一个穿迷彩服的男人站在田埂上，4个人连滚带爬的跑过去，跟着他就跑。那男人动作贼利索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开枪，每一枪都能撂倒一个，枪法那叫一个准。田埂边上停着一辆军用吉普，男人跳上驾驶座，等4个人都钻进去，一脚油门，车子咆哮着就冲了出去。谢谢啊，大哥。男人头也不回。不用谢，都是幸存者，互相帮助应该的。那声音听着特冷静，见惯了大场面的那种。您是当兵的？退伍了，现在在安全区当志愿者，出来找物资的。安全区还有多远？不远，10来公里。听到这句话，4个人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男人自我介绍叫刘成威，问他们怎么晚上还敢在外头晃悠。陆明他们一说，刘成威点点头。你们运气不错，晚上那些东西更活跃，一般人不敢出来，都没受伤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安全区进去要严查，有伤口的一律先隔离。刘成威车技真好，黑灯瞎火的不开车灯，也能躲开路上的各种障碍物，一路飞驰。李长乐在后头问：“大哥，安全区里现在啥情况啊？”“还行，有吃有喝，就是人太多了。昨天统计是3万多，今天肯定更多。”3万人，一个临时安全区挤了3万人，那得啥条件啊？正想着，刘成威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们有家人吗？”这一问，车里又没人说话了，沉默了半天。
陆明才开口：“有，但是都失联了。”刘成威点点头，没再问了。在这世道，失联俩字儿，基本就等于永别了。前边终于出现了灯光，一大片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，探照灯扫来扫去。入口有装甲车，有扛着枪的士兵，车停好，所有人下车，又是一套熟悉的流程：测体温、查伤口、登记信息。一个士兵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欢迎来到2号临时安全区，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去隔离区，记住，头3天是观察期，别乱跑。”苏荷一听隔离俩字，有点紧张。刘成威在旁边解释：“标准程序，别担心，确保没有感染者混进来，条件还行。”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带他们往里走。好家伙，这安全区比想象的大多了，一排排帐篷整整齐齐，中间还有临时铺的路，虽然简陋，但至少看着有秩序了。路上的人有的在排队领东西，有的坐在帐篷外头发呆，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，疲惫和迷茫。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一片用塑料布隔开的区域。新来的住着，男女分开，一边一个大帐篷，3天后没异常就能去正式安置区了。1天2顿饭，早上7点，下午5点，水在那边自己打，有事找门口值班的。说完人家就走了。4个人站在那儿，大眼瞪小眼。李长乐挠挠头：“那个，咱们就在这儿分开了。”“对啊，男女得分开住。”陆明看着苏荷，苏荷也看着他，眼里头全是不舍。这2天俩人从陌生人变成生死之交，感觉比认识了好几年都长。3天后再见。小心点。看着苏荷走进女生帐篷，陆明心里头空落落的。男生帐篷里挤得要命，地上铺着薄薄的垫子，人挨着人，空气里一股子汗臭和消毒水味儿。俩人找了个角落坐下。“哥们儿，你们也是今天来的？”那人看了他们一眼：“下午到的，你们刚来？”“刚到。”“那你们运气不错。听说明天开始，安全区就不收人了。”“为啥？”“人太多了，物资不够分配。”这个消息让所有人心里又是一沉，连安全区都不安全了，那还能去哪儿？夜深了，帐篷里鼾声四起，陆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跟放电影似的，全是这2天的事儿。地铁里的惨叫，站台上的混乱，路上的尸体，这世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他翻了的身，看见旁边的刘成威也没睡。睡不着？正常，第一次经历这事儿的人都这样。第一次您见过？刘成威沉默了一会儿，才低声说：“在部队的时候，执行过几次特殊任务，见过类似的场面。”类似的？您是说不是病毒？是别的，具体的不能说，别想太多，活着就好。活着就好，可光活着真的就够了吗？第3天隔离还没结束，答案就来了。凌晨4点，帐篷外头突然就乱起来了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陆明他们冲出帐篷一看，安全区另一边火光冲天，正是正式安置区的方向。扩音器里命令不许乱跑，但已经晚了，恐慌跟瘟疫似的，一下子就传开了。有人开始推隔离区的围栏，想冲出去，士兵们举着枪喊退后，可谁还听啊？就在这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陆明看到了更可怕的东西，火光里有黑影在动，不是在逃，而是在追人，是感染者。安全区里怎么会有感染者？答案马上就来了，一个工作人员脸色煞白地跑过来：“隔离区有人变异了，昨晚有几个人瞒报了伤口。”枪声响了，士兵们开始射击冲过来的感染者，但太多了，根本打不完。所有人往东门撤退，快！人群彻底疯了，开始狂奔。陆明在混乱里拼命找苏荷。苏荷，苏荷！陆明，我在这儿。陆明挤过人群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攥得死紧。跟紧我，千万别松手！李长乐和刘成威也挤过来了。刘成威指着一个人少的方向：“从这边走，跟我来。”4个人跟着刘成威跑，可跑着跑着，陆明觉得不对劲了。他们不是往外跑，是往安全区深处跑。刘成威，方向错了。相信我。没办法，只能跟着。刘成威带他们跑到一个物资仓库门口，门口的守卫早跑没影了。仓库里堆得满满的，吃的喝的用的，甚至还有武器。拿上能用的东西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我们不是应该逃出去吗？逃，往外逃就是送死。外头全是感染者，先躲这儿，等外头消停了再说。有道理。几个人赶紧动手。陆明找了个登山包，塞满了水、压缩饼干、手电筒。苏荷找到了个急救包。李长乐直奔食品区，往怀里划拉东西。刘成威刚说完，别拿太多，跑不动。仓库的门哐一声就被撞开了，又跑进来几个人。快关门，他们追来了！大家伙合力把门关上，用货架顶上门外立刻传来砰砰的撞击声。坚持不了多久的。
陆明打量了一下新来的这3个人，2男1女，都穿着安全区的工作服。你们是工作人员？领头那男的苦笑：“算是吧，我是医疗组的，这2位是后勤和登记的，外面全完了。”怎么会这样？安全区不是最安全的吗？哪有绝对安全的地方？这是官僚主义害死人啊！门外的撞击声越来越大，后门也响起来了，他们被包围了。上房顶，仓库有梯子。一群人爬上房顶，往下一看，整个安全区已经成了修罗场，火光、人影、枪声、尖叫乱成一团，曾经的避难所变成了大屠场。那女人哭喊：“完了，全完了！”还没完，东边的围墙被炸开一个口子，可以从那儿出去。但要到那儿，得穿过大半个安全区。后勤那哥们儿突然说：“我有办法，仓库里有辆运输车，钥匙在我这儿。”有车就好办了。他们又回到仓库，感染者已经撞开了前门，正在里头瞎转悠。刘成威打头阵，一枪一个，清出一条路，冲到车库。一辆军用卡车停在那儿，所有人跳上车。后勤那哥们儿发动车子，一脚油门，卡车咆哮着冲了出去。外头就是地狱，感染者被撞得满天飞，有的爬上车子，被大家用各种家伙往下砸。苏荷紧紧抓着陆明的胳膊，脸都白了。别怕，我们能出去的。卡车横冲直撞，终于冲到了东边那个缺口。可缺口那儿密密麻麻的全是感染者。冲过去！他一咬牙，油门踩到底，卡车跟疯牛似的撞进狮群里。剧烈的撞击让所有人都东倒西歪。那个医生没抓稳，直接摔出了车斗。医生，来不及了，他瞬间就被狮群淹没了。卡车终于冲出了包围，但发动机开始冒烟了。不行了，撑不住了。前边有树林，往树林里开。卡车冲进树林，彻底熄了火。所有人跳下车继续跑。后头的安全区已经完全陷入了火海，半边天都烧红了。他们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直到再也跑不动。在一片小树林里，大家停下来喘气。7个人出来的，现在只剩6个。司机叫张强，那个登记处的女人叫李美。现在咋办？没人回答，因为没人知道。安全区没了，他们又变成了丧家之犬。刘成威说先找个地方休息，天亮再说。树林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。苏荷靠在陆明身边，浑身还在发抖。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早就跑出去了。陆明握住他的手，别傻了，咱俩是一起的。苏荷看着他，眼睛里闪着泪光，月光从树叶缝隙里洒下来。在这疯狂的世界里，他们能依靠的只有彼此了。你们听，有声音。远处传来引擎声，是车队。李美满怀希望地问：“是不是军队？”刘成威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军车声音不一样。”车队越来越近，透过树缝，他们看到了一支奇怪的车队。各种改装车，上头架着机枪，车上的人穿着各异，但都带着武器。是幸存者组织。那不是好事吗？不一定，这世道，有时候人比感染者更可怕。车队停在不远处，一个粗犷的声音传来：“老大，安全区完蛋了！哈哈哈哈！好事，那些当兵的不是牛吗？现在整个地区都是咱们的了。那些物资，明天天一亮就去搬。记住，见到活人，男的杀了，女的留下。”一阵淫笑声传来，陆明感到苏荷的手在发抖。这些人比感染者更可怕，因为感染者只是想吃你，而他们想要的更多。车队终于开走了，他们又在树林里躲了1个小时，确保安全了才敢出来。不能在这儿久留，那帮人明天肯定会回来搜刮。那咱们去哪儿？听说 C 市那边有个大型安全基地，是军区直接管的。多远？100多公里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100多公里，平时不算啥，现在每1公里都可能要命。有更好的选择吗？没有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总比等死强。大家点头同意，重新分配物资，每人备1点。刘成威嘱咐大家，路上不要相信任何人，看到人就躲，看到车就藏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别暴露自己。天刚蒙蒙亮，他们就出发了。走了2个小时，前边出现个村子，绕过去。我走不动了。他昨天崴了脚，一直在硬撑。休息一下吧。他们在一个村口废弃的小卖部里休息，店里早被搬空了，但好歹能遮风挡雨。刘成威出去放哨，陆明留下来陪着苏荷。苏荷靠在墙角，闭着眼。苏荷接过水壶，小口喝着。你说，咱们能活着到 C 市吗？能，一定能。骗人，你自己都不信吧？陆明没说话，其实他不怕死。我只是不甘心，还有好多事没做，好多话没说。我男朋友，我们本来打算今年结婚的。他哽咽了，陆明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只能轻轻抱住他。苏荷在他怀里无声的哭泣。就在这时，
外头传来刘成威急促的声音：“快出来，有情况！”他们冲出去，刘成威指着远处尘土飞扬中，几辆车正朝这边开来。躲起来！来不及了，领头的吉普车已经停在他们面前，车上跳下几个拿枪的人。别动！所有人都举起手。完了，为首的是个脸上有疤的男人，他打量着他们。你们是从安全区逃出来的？是。安全区现在怎么样了？完了。八脸男沉默了一会儿，挥挥手让手下把枪收起来。你们要去哪儿 ？C 市。C 市，别去了，那儿3年前就沦陷了。这个消息跟晴天霹雳似的。不可能，那是军区啊！军区怎么了？那些玩意儿可不管你是不是军区。跟我们走吧。什么？我们有个据点，暂时还算安全。我们那儿需要人，放心，我们不是土匪，是正经求生的。刘成威和陆明交换了的眼神，可能是陷阱，但他们没得选。八脸男叫陈刚，以前是开物流公司的，据点有30多个人都在一个废弃工厂里。车开了1个多小时，路上到处是尸体和废弃的车，有些地方还在冒烟。这世界真的完了。到了，前边出现一片厂房，大门口有持枪的守卫，看见车队就打开了大门。工厂里头挺大，一栋厂房被改成了生活区，空地上有人在训练，有人在整理物资，看起来确实像个正经的据点。陈刚带着他们进去，给大家介绍新成员。人们围过来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都是普通人性。一听安全区沦陷了，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呼。陈刚让人带他们去安排住处，说规矩很简单，不偷不抢，互相帮助。吃饭是大锅饭，想吃好的就出去找物资，上交一半，剩下归自己。听起来挺公平。安顿下来后，陆明找到苏荷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比在外面强。小心点，别单独行动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稀粥配咸菜，但在末世里有口热饭就不错了。有个瘦高个坐到他旁边，叫周晓，也是早几天来的。陈刚规矩多，但人不坏，比外面那些畜生强多了。我亲眼见过一伙人，为了1箱方便面，把一家3口全杀了。陆明心里一沉，周晓拍拍他肩膀。所以啊，安分守己待着吧，活着就不错了。吃完饭，陈刚把新人召集起来分配工作。苏荷会急救，去了医疗组；刘成威退伍的，去训练新人作战。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，虽然不是长久之计，但至少暂时安全了。夜里，陆明躺在硬床板上，听着外头的风声，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，但至少还活着。第5天变故来了。那天早上，陆明正在帮人修围墙，突然听到守卫大喊有人来了。陈刚带人出去，10分钟后带回来3个人，其中1个伤得很重，抬进医疗组。那人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们的据点被攻破了。”被谁？感染者？不是，是人。他们自称清道夫，见人就杀，抢过所有东西。陈刚脸色一变，清道夫，他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您知道他们？听说过，一群疯子认为末世是上天的惩罚，要清理掉所有幸存者。他们有多少人？至少50个，都有枪。50个全副武装的疯子，他们只有30多人，武器还不足。陈刚正要召集人准备战斗，已经晚了。远处传来引擎轰鸣声，他们来了。透过围墙缝隙，陆明看到了10几辆改装车，车上的人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衣服。所有老弱妇孺去地下室，能拿枪的跟我上墙。陆明拉着苏荷就往地下室跑。你呢？你去哪儿？我得去帮忙。太危险了。听话，快去！看着苏荷跑向地下室，陆明抄起一把步枪，爬上围墙。清道夫的车队在大门外停下，一个戴骷髅面具的人站在车顶上，拿着扩音器喊：“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被上天选中了，接受净化吧。”滚你妈的！冥顽不灵，那就送你们下地狱。战斗打响了，子弹跟下雨似的飞来。陆明趴在掩体后头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震，耳边全是枪声和喊叫声。手榴弹！轰的一声，爆炸就在不远处，弹片横飞，一个守卫被炸倒了。陆明探出头，胡乱开了几枪，又赶紧缩回来，心跳得厉害。这是他第1次真正跟活人打仗，不是打感染者。局势越来越不利，清道夫火力太猛了，大门在重机枪扫射下摇摇欲坠，准备巷战。就在这时，李长乐跑过来了。我去堵门。你疯了？总得有人去，我是送外卖的，跑得快。没等陆明反应，李长乐就抱着一个箱子冲了出去。陆明一看，那箱子里全是手榴弹。李长乐跑到大门后头，开始往门缝里塞手榴弹。子弹打在他身边，尘土飞扬。李长乐，快回来！李长乐回头冲他们咧嘴一笑，然后拉开了所有手榴弹的引信。轰！巨大的爆炸声，大门连带着李长乐一起化成了碎片。但爆炸也把最前头的2辆车炸翻了。陆明呆住了，那个总是笑呵呵的胖子就这么没了。别愣着，打！
陆明红着眼睛扣动扳机，但清道夫太多了，他们从炸开的缺口涌进来，撤，往厂房撤！他们边打边退，又有几个人倒下了。张强腿被打中了，被人架着跑，退到主厂房，用一切能用的东西堵门。刘成威说去守后门，陆明跟上去。刚到后门，就看见几个清道夫在敲门，开火！一阵对射，清道夫暂时被打退了，但弹药也不多了。这时对讲机里传来陈刚的声音：前门撑不住了，准备突围。地下室有暗道，通往后边树林。你怎么知道？刘成威一边换弹匣一边说：刚才看到的，快带地下室的人从暗道走，我们掩护。不行，你们会死的，总比都死强。记住你说的，活着就有希望。没时间争论了，陆明冲向地下室，苏荷扑过来抱住他：快从暗道走，所有人跟我来。暗道很窄，只能弯着腰走，黑暗、潮湿、恐惧。身后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，走了大概10分钟，终于看到光亮，出口在树林里。快跑，别回头！他们在树林里狂奔，身后的工厂方向火光冲天，跑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再也跑不动。清点人数15个人，这就是据点30多人最后的幸存者。苏荷问刘成威他们呢？陆明摇摇头，为了掩护他们都没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有人问。陆明看着这群老弱妇孺，心里一片茫然。陈刚死了，刘成威死了，李长乐也死了，现在他成了他们的依靠，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先找个地方休息。他们继续在树林里走，天黑了，没吃的没喝的。突然有人指着远处，看，那儿有光，是篝火。他们悄悄靠近，篝火边坐着几个人，穿着军装，是军人，得救了。陆明正要出去，苏荷拉住了他。等等，你看他们的臂章，不对，那不是正规军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军人站起来对着树林撒尿，借着火光，陆明看清了他的脸，是清道夫。他们换了衣服在这儿等着幸存者自投罗网。快退！但晚了，那边有人。哈！他们再次逃命。苏荷突然摔倒了，脚崴了。我跑不动了，你走。陆明背起他，闭嘴！背着人跑不快，眼看要被追上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前边突然出现了真正的军车，车上的重机枪开火了，把追来的清道夫打得落花流水。一个军官跳下车：你们没事吧？这次是真的，军人臂章、装备、气质都是真的。我们是幸存者。知道了，所有人上车，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军车在夜色中疾驰，军医给苏荷处理了脚伤。陆明问要去哪儿，军官回答：是 A 市。对，那儿建立了最大的幸存者基地。是安全吗？相对安全，至少比别的地方强。这个回答让人心里没底。又问全国的情况，军官叹气说不太好，但在努力控制。车队有3辆军车，车厢里挤满了幸存者，有人在哭，有人目光呆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失去了什么。苏荷靠在陆明肩上睡着了，他太累了。陆明看着他的睡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末世压缩了一切，包括感情。快到了。透过车窗，陆明看到了 A 市的轮廓，很多建筑毁了，但能看到灯光，很多灯光，那是希望的光。车队在一个检查站停下，检查比之前更严格。通过后，他们被带到一个巨大的建筑群，以前是奥运村，现在是幸存者基地。基地很大，到处都是人，但秩序井然，有巡逻的士兵，有分发物资的工作人员，有医疗点，有学校，文明还在延续。你们先去登记，会分配住处，有什么需要找工作人员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保护人民是我们的职责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陆明眼眶有点湿。在经历了那么多丑恶后，这份坚守显得格外珍贵。登记处排着长队，陆明报了父母的名字，虽然希望渺茫。苏荷报了男朋友的名字，工作人员表情没变，显然见惯了。你们是一起的？陆明和苏荷对视一眼。是。那可以分配家庭房 B7栋512房间，这是钥匙。家庭房，他们默默接过钥匙。房间不大，但很干净，有2张床，1张桌子，窗外能看到基地中心广场。比我想象的好。是啊。沉默，俩人同时开口，又同时停下。陆明拿起水壶说去打水。陆明，谢谢你，这一路上，谢谢你没有丢下我。陆明走回来，坐在他旁边。我也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在这个末世里还能感受到美好。苏荷看着他，眼里有看不懂的情绪，然后他吻了他，很轻很短。对不起。陆明握住他的手。不用道歉。这一次是他主动的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，他们都需要一个依靠，需要确认自己还能活着，还能感受到美好。窗外夜幕降临，基地的灯光亮起，像星星一样。你觉得
这个世界还会好吗？一定会的。骗人！这次是真的，只要有人在，就有希望。第二天，他们开始了新生活。基地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工作。陆明慧开车去了运输队，苏荷继续做医护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基地越来越完善，有了发电设备，有了净水系统，有了农场，甚至有了学校。孩子们重新上课，虽然外面还很危险，但墙内的生活逐渐正常化。有一天，广播里传来好消息，科学家研制出了抗体，正在进行临床试验。整个基地沸腾了，人们相拥而泣。抗体意味着反击的开始，意味着真的能活下去。那天晚上，基地举办了小型庆祝会，篝火、音乐、舞蹈，人们暂时忘了伤痛，尽情欢笑。跳舞吗？我不会。我也不会。他们笨拙地摇摆着，踩着彼此的脚，但在末日的篝火边，能和爱的人跳舞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陆明，我爱你。陆明愣了一下，这是他第一次说这3个字。我也爱你。在人群的欢呼声中，他们拥吻，满嘴消毒水的味道，但那是活着的味道，是希望的味道。半年后，抗体研制成功，开始大规模接种，感染者数量急剧减少，军队开始收复失地，一座座城市被清理重建。广播里每天都有好消息，世界在慢慢恢复，虽然还有很多困难，但至少看到了曙光。1年后，陆明和苏荷在基地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，没有华丽的婚纱，没有豪华的宴席，只有简单的誓言和真诚的祝福。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健康疾病，我都会爱你，保护你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说出誓言的时候，他想起了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：地铁上的相遇，逃亡路上的相依，基地里的相爱。末日没有拆散他们，反而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。你可以吻新娘了。在大家的掌声中，陆明吻了他的妻子。这一次没有消毒水的味道，只有幸福的味道。婚礼后，他们回到小屋，墙上贴着一张地图，上面标记着他们想去的地方。等世界完全恢复了，我们去旅行吧。好，去哪儿都行。我想去看海。那就去看海。窗外夕阳西下，但这不是结束的夕阳，是新的黎明来临前的夕阳。陆明握着苏荷的手，看着窗外，基地的街道上人来人往，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散步，有人在遛狗，就像末日从未发生过一样。但他们都知道它发生过。那些逝去的人，那些恐怖的记忆，那些绝望的时刻，都真实存在过。正因为经历过黑暗，才更珍惜光明；正因为靠近过死亡，才更热爱生活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活着真好。是啊，活着真好。夜幕降临，基地的灯光亮起，在这个新世界里，他们将带着希望，带着爱继续活下去，直到永远。